金光善今天的架势就不像是来谈合同的，倒是像干架的。他身后站的那5、6个保镖，不知道别人看没看见，魏无羡可是看得一清二楚。那些保镖腰上都带着刀。魏无羡笑了笑，说道：“谈合同来了，金总这架势倒是不小。”金光善说道：“哈哈哈，魏总说笑了，不如我们回归正题，魏总要怎么样才能和我们合作呢？”魏无羡慢悠悠地喝了口茶，说道：“我听说金总最近在背地里悄悄地打压蓝氏集团。”金光善眼睛暗了暗，说道：“魏总这是从何处听来的呀？”魏无羡看都不想看金光善，说道：“别管我从哪里知道的，想合作可以，别动蓝氏集团。我这个人比较护短，毕竟我和蓝氏集团合作也有1年多了，算是老朋友了。”金光善有些为难地说：“魏总这就不厚道了呀。”魏无羡神情依然淡淡的，他说：“金总最近在夏威夷养的小情人是不是怀孕了？而且8个月了。”此话一出，金光善的脸色变了。魏无羡又说：“金总大儿子金子轩不是最近要和江氏集团的大小姐联姻吗？”金光善听到这里，虚伪的面具一下子就撕破了。他说：“你想怎么样？”魏无羡刚要说什么，忽然脸色微微一变，下腹涌起一股陌生的热意。魏无羡暗暗骂了句：“金光善这个狗东西，居然敢给他下药！”魏无羡这几年在国外可不是白待的，面容依然镇定。他说：“刚刚要求不是说得很清楚了？”金光善在心里算了算时间，忽然哈哈哈笑了起来，说道：“魏总还是顾着自己吧，药效是不是开始发作了？哈哈哈。”魏无羡也笑出了声，他问道：“金总下的什么药啊？我这可是一点反应都没有。”金光善看着魏无羡没有丝毫异常的脸，心里不由得怀疑了起来。魏无羡拿出手机假装看了看时间，实际上是在看蓝忘机的信息。“别急，别怕，我到了。”魏无羡一看就笑出了声，心里软了一大块，但是看着金光善的目光依然冷漠。既然金总不答应就算了，我也不能勉强，是不是？这些情报卖给媒体，他们应该很乐意。身体越来越热，但是魏无羡就是硬生生忍住了，面无改色，十分淡定的和金光善周旋。他之前告诉蓝湛金光善带了人还带了刀，所以这次应该不是自己一个人来的。而且他也不怕，因为蓝湛会来就一定会来。这时包间的门发出了一阵巨大的声音，关着的门居然被人就这样被人一脚踹开了。魏无羡连忙回头看，只见外面好几个人，穿着一身黑衣服，戴着墨镜，手里拿着电棍，蓝忘机就站在那群人的中间。他穿着一身黑色的风衣，显得整个人身长如玉，还是魏无羡给他买的。蓝忘机的脸上戴着口罩，一双冷漠的浅色眼眸带着冰霜。蓝忘机冷冷地看了金光善一眼，就这一眼，忽然就让金光善软了腿。魏无羡只是愣了一下，看着门外的蓝忘机，忽然就轻声笑了起来。他说：“来的还挺快，特别及时。”金光善忽然反应过来这是怎么回事，原来他是被2个人给下套了，气急攻心，直接说道：“你们算计我！”魏无羡笑得开心，虽然身体很热，但是他还是说：“对呀，金总这是才反应过来吗？”金光善狠狠地瞪着魏无羡，魏无羡这个人也特别能忍，明明已经热成那个样子了，就是面不改色的和金光善胡咧咧。他甚至还翘着2郎腿，说道：“行了吧，不用再做无谓的挣扎了，我们明天再说，我饿死了，今天这饭什么东西，难吃得很。”蓝忘机垂着眼睛，轻轻地扫了一下身后，那些黑衣人直接就拿了电棍冲了进去。金光善身后也有保镖，说着就要掏腰包。蓝忘机冷声说了句：“别动。”魏无羡就这样站在一边看好戏，只不过今天这身体实在是不太舒坦，这场好戏怕是看不成啊了。他轻轻地嘶了一声，说道：“蓝湛呢？”蓝忘机了一声，然后蹲下身子问道：“你没事吧？”魏无羡笑了笑，说道：“没事，走了，我们回去了。”蓝忘机点了点头。魏无羡在临走之前对那些保镖说道：“好好给我收拾他们，只要人不死，怎么着都行。”为首的那个黑衣人愣了一下，不知道该听谁的指令，下意识的就去看蓝忘机。蓝忘机道：“听他的。”那个黑衣人点了点头，道：“是。”魏无羡和蓝忘机提前走了，
身后的这些残局的，就让他们收拾吧。魏无羡叹道：“年纪大了，实在是看不习惯这些血腥的场面，还是早点回家睡觉吧。”等出了门，蓝忘机要说魏无羡什么，结果魏无羡整个人好像卸掉了力气一样，直接就软在了蓝忘机的身上。蓝忘机心里一惊，连忙喊道：“魏婴！”魏无羡半闭着眼睛，靠在蓝忘机的怀里。明明夜里不是很冷，但是蓝忘机还是被魏无羡这样状态吓出来一身冷汗。蓝忘机连忙揽住魏无羡的肩膀，把他抱在怀里，结果一摸就摸到了魏无羡身上不正常的温度，魏无羡烫的就要烧着了，呼吸都是热的。魏婴，你……魏无羡眯着眼睛，一听到蓝忘机的声音，轻轻地笑了一下：“我被那狗东西下药了。”蓝忘机一听，眼里闪过一丝狠戾，那双浅色眼睛冷若冰霜。魏无羡不知道为什么，他在蓝忘机的身边总是想笑，好像他在蓝忘机身边时时刻刻都是开心的。魏无羡察觉到了蓝忘机情绪不对，他昏沉的头脑被夜晚的风吹得清醒了一些。他说：“有点晚了，你能不能把我带回家去呀？我挺热的，然后也挺不舒服的，你能不能……”蓝忘机把魏无羡放进车里面，指尖摸了摸魏无羡滚烫的脸颊，他说：“可以。”蓝忘机车开得很快，魏无羡坐在副驾驶上面，面容通红，哪怕整个人都要难受的烧着了。他一声不吭，死死咬着自己的嘴唇，不让自己发出一点声音。他拿着自己的外套盖在身上，自己就缩在里面，只露出一个脑袋顶。魏无羡把外套盖在身上，只是怕自己身下起什么反应。他现在呼吸都是热的，更别说他身上的温度了。他就闭着眼忍住，整个人都紧紧地绷着。等到站的时候，蓝忘机打开车门要把魏无羡抱出来的时候，魏无羡没忍住松了唇，轻轻地了一下。蓝忘机不敢耽误，只能把魏无羡从车里抱出来。魏无羡一碰到蓝忘机，情颜欲铺天盖地的涌来。魏无羡难受的一直往蓝忘机身上靠，感受着魏无羡身上越来越烫的温度。蓝忘机神色冷得吓人，魏无羡一直往蓝忘机身上蹭，他刚刚都忍了那么久了，现在一碰到蓝忘机就溃盘。他难受的撕着自己身上的衬衫，露出来被药效熏红的胸膛，就连锁骨都是红的。蓝忘机不敢多看，只能拿衣服盖着他，抱着他回别墅。可惜魏无羡根本就不老实，一直在蓝忘机身上乱摸，滚烫的脸蹭着蓝忘机的脖颈，甚至还咬着那一小块的皮肤，轻轻地吮吸着。蓝忘机动了动脖子，却被魏无羡抱得更紧。魏无羡一直在轻轻地哼着，看样子十分的难受。蓝忘机叫他魏婴，魏无羡从喉咙里面发出一阵声音，蓝忘机看他闭着眼睛，以为是难受的很了。他亲了亲魏无羡的眼皮，问道：“一会就不难受了？”